休走！程岛主，你不必白费力气了。这天河伏兵刚刚聚集，至少还需要1刻钟的时间，才能承受住程岛主你雄厚的内力。池云号称天上云，只有他的轻功在这片冰上才能履险如夷，所以这1刻钟之内，池云就是天下无敌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真实实力。他还真容易得意忘形了。哼，那就再试试。就这，我看也不行啊。太造次。哎，提醒程岛主一句，若是在此处使用绝技，只怕是立刻就会坠入到冰河之中。师兄，师兄别激动，师兄，他们说的对，别冒险。帅，就这1刻钟，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？程岛主，碧落宫就快到了，不如我们结伴同行，如何啊？师兄，我们也走吧。让我缓缓。走。唐狐狸，这地怎么踩着这么不踏实？总有些脚不着地的感觉。你不是来过这里吗？以前也是这样的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不走了？别过来！这是碧落宫公主想要跟我打个招呼。沈兄，碧小柱，相信我，我能应对。程岛主，恐怕我们只能同行到此了。小心！安全姑娘。
公主，要杀了唐丽兹吗？不用，我想看看他这次来要做什么。如果他能活着进来的话，这是唐公子的碧小珠，怎么会？唐公子，唐公子，唐公子，唐公子。说，这个大洞就是个陷阱。唐丽兹去碧落宫偷过东西，婉玉公主定会加强戒备。这不就是在家门口开个大洞吗？有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，尤其对付唐丽兹这样的聪明人。此处寒冷异常，一经落水，就算能爬上来，也会功力大减。完了，你们看，碎冰就要将天河掩盖了。唐公子和阿谁姑娘还没上来，怎么办啊？这下别看了，你们下去也救不了他。这事还用你告诉我？那你们跟我走吧。去哪里？碧落宫。好，跟你走。老沈，唐丽兹若是脱险，他会去哪里？走吧。唐公子，不要再往前走了。唐公子，唐公子，你的手。这是冰焰海棠，既是疗伤圣品，也是聚集天地之寒气的毒花。若稍有不慎触碰到它，或是引起了波动较大的声浪，冰花生长随即破裂，寒毒之气便会深入骨髓，立即冻毙。阿谁方才是担心唐公子，所以才……阿谁，你下来是想救我？公子为何这么问？若你还想用问题来回答问题，不妨先看看你的周遭。如你所见，这寒气就算是唐某以往生普，也接不下几回。这世间剧毒之物，往往都会披上美丽、脆弱的伪装，在人最不设防之时，予以致命一击，是不是呢？阿谁姑娘？公子，什么意思？你明知道这天河之下有死无生，
可你还是要跟着我毅然决然地跳下来。究竟是你太蠢，还是你早就知道我坠入天河是有意为之？你还笃定我会护你周全，以此来博取我对你的信任以及好感？话说，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发生一次呢。你之前救我，可是也打着这样的主意。你的血可以救我。唐某去过很多地方，听过很多传闻，可是从未见过有这样的缘分和羁绊。这太像是流言的手笔了，把只对唐某有效的药，处心积虑送来我身边。阿水姑娘，你究竟是谁？又为何要对我做这样的事？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我只想救公子。为什么？我只想救公子，没有为什么。阿水姑娘，恭喜你，又逃过一劫。别来无恙。婉玉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仇人相见，我只盼阁下有恙。就凭这样的手段，玄冰之气，一道细微的伤口就可以致命。赢了，或许我会见你；输了，你身边的这位姑娘一定会见阎王。是吗？那我们就赌一赌。看看我究竟能否带着他活着离开这里。唐公子，已经走半个时辰了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还真是越来越冷了，看来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。唐公子，碧霄珠，碧霄珠护你一人一公勉强，护两人必死无疑。你死了，唐某会输，我不喜欢输。那你怎么办？
公子，我不是有你的血吗？能将玄冰之气提炼到这种程度，婉玉公主还真是有点本事。别动。醉折残梅独一枝，这剑意真有趣。这里还有陷阱。玄冰之气越到后方，越是阴寒，这面冰墙便是玄冰之气将空气冻结而成，而这冰墙又阻挡了寒气逸散，使得这里更加严寒彻骨。婉玉公主的设计果然精妙。所以要打破这面冰墙，公子所说的玄冰之气会逸散而出，可若不打破，我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。你有碧霄珠，只要不受伤，不惧这点寒气。那公子怎么办？管好你自己。拿着珠子，往后退。锋芒毕露，则过刚易折。剑意凝成的冰剑，恰恰就是这面冰墙最脆弱的地方。这就是公子说的玄冰之气。别过来！奇差一招，不过也好，
就算是还你了。无论你相不相信，我只想救你。唐公子，对不起，都是阿水的错。阿水并不想拖累唐公子，只是想待在唐公子的身边，找到阿水的归宿。唐公子，等我一下，阿水去找人救你。梦是回忆，是幻化，也是许多明天。在一真一幻里，你是我回忆呼唤。飘飘荡荡，转瞬多少风烟。曲曲散散，搁浅多少夙愿。若不染三尘满，怎敢与你相见？曾经我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千遍，一万遍，只为这一天。无论时光深浅，生命长短，人山川多遥远。命运它一点点，一圈圈，一千转，一万转，只为这轮转。当我如梦春风，遇见你如从前。曾经我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千遍，一万遍，只为这一天。无论时光深浅，生命长短，人山川多遥远。命运它一点点，一圈圈，一千转，一万转，只为这轮转。当我如沐春风，遇见你如从前。千回百转又遇见。师长，你真的不冷吗？不冷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我们还要在这等多久啊？中元剑会全像你一样，不懂变通吗？有点耐心。那个鬼！碧落宫的人听着，再不把门打开，我面前这个双剑切寒程运袍，马上就要杀进去！池大哥，别抱怨。别笑出。怎么，唐某长得很可怕吗？唐公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拖累了你。那
事就好。下次给你东西，未经允许，不准给任何人，包括我。公子愿意相信我吗？太弱的人，没有怀疑的必要。阿谁姑娘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虽然多此一举，但或许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公子。讨好别人是你的天性，见死不救不是？越来越伶牙俐齿了。在公子身边待久了。方才，我好像听到池大哥的声音了。他们应该在碧落宫的殿前广场，那里是守卫处。我们穿过了猫牙峰下的密道，直接抵达了真正的碧落宫。碧落公主也不喜欢他们吗？为什么不开门让他们进来呢？婉玉公主不欢迎任何人，不想见任何人，除了我。唐丽慈守不御交出，很快就会通过玄天锁。猫牙峰的玄冰之气也无法阻止。这已经是唐丽慈第2次对碧落宫入侵。第1次，她盗走了老公主的棺木，已是死罪。碧落宫没有追究，她竟然还敢前来。公主，请下令。公子不叫门吗？在下可是唐丽慈，万窍斋主，自然是等他们出门迎接。唐丽慈，你真是胆大包天，竟还敢回来送死！毕总管，好久不见啊！在下唐丽慈，求见碧落公主。公主要见你。唐公子，池大哥和沈大哥还在外面受冻，不请公主先让他们进来。碧落宫不迎外客，池云他们恐怕还得再受上一会儿冻。不过你放心，他们功力深厚。碧落宫不喜外客，那我呢？是罪犯。啊？碧落宫不染俗尘，还请先更衣。公主会亲自审问2位，请。
唐丽慈见过婉玉公主。小女子阿神参见公主。姑娘很意外。现在姑娘更意外的是，我为什么会知道？小女子只是没想到碧落公主是个瞎子。抱歉。不必为本宫难过，本宫已经习惯了。本宫自幼失明，却练成了一门绝学，不能视物，但能视气，也能感受到细微的光线变化。其中最特殊的是，能感应到别人的心想、怀疑、猜忌、恐惧，剧烈的情绪本宫都能感受到。姑娘性情温顺耿直，本宫自然能轻易猜到。姑娘现在更应该担心的是你的朋友。你知道我一定会见你。当然，4年前，安葬老公主的不朽金冠被唐某所盗。若不见唐某，如何寻回金冠？堂堂一阙阴阳，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。想要交回金冠，换取碧落宫的庇护。碧落宫的消息来得可是真快。唐某有几位朋友正在外等候，还请公主先放他们进来。天下皆知碧落宫不养外人，你盗走老公主棺木已是死罪，还想和碧落宫谈条件？难道婉玉公主不想安葬令尊吗？还想威胁公主？碧落宫向来不迎外宾，只怕是我们在这儿等上3天3夜，他们也不会开门。唐丽慈是真死了，还是被天河冰川冲到下游，回不来了？我早就说过要去找唐狐狸了。程道主，就此别过了。去哪儿找？沿着下游找啊。石大哥，师弟，你叫他什么？石匪。不如我们先宿一晚，若明日唐贼还没回来，咱们再去找唐贼也不迟。很好，去那边背诵《茶花道门规》第11条，背诵20次，大声念出来。师兄，30次。《茶花道门规》第11条，正邪不两立，持身须方正。若遇妇人，念什么呢？师兄，有人。程道主，一阙阴阳的帮凶，贼首唐丽慈何在？已掉入天河之下，不知所踪。天河水奇寒彻骨，无法下水搜寻。诸位在此找不到所要寻之人，不如下山沿河去搜。既然如此，岛主为何还在此处逗留？我要拜访碧落宫公主。那他们2个为什么也守在这里？诸位，一阙阴阳唐丽慈不知所踪，我们不如以逸待劳，就地休整，陪程道主好好等一等。碧落宫有至少53种方法能让你交出金冠，本宫不觉得你能撑到第6种。公主或许有1万种方法杀死唐某，但这当中绝对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让令尊入土为安。你真的很有本事。4年前从碧落宫盗走金冠，如今猫牙峰的玄冰之气也困不住你。
但是，你以为本宫会相信一个被天下人追杀的宵小之辈吗？宫外之人中，有正在追捕唐某中原剑会茶花岛岛主程运袍。即便碧落宫隐居室外，不涉正邪，但无论公主是打算包庇唐某，还是处置唐某，是否都应该先给中原剑会一个交代呢？你再跟本宫谈条件。唐某只是希望公主可以尽快下决定，因为时间不多了。中原剑会与风流殿在碧落宫门前狭路相逢，恐怕公主不涉江湖的日子要结束了。你是西方桃，风流殿的人。程岛主，竟然还记得奴家。请问唐公子，已经进入碧落宫了吗？跟他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中原剑会，给我杀！10年一靠岸，茶花入。谁来了？我让你干什么？给我杀！父尊，这样一曲纸上，你敢打吗？但凡我们再流露出一丝战意，这首平静的曲子便会化为音声。唐狐狸，你没冻死啊？还进去了？那感情好啊！你快让公主把门打开，放我们进去。碧落宫和唐尼斯结盟了，怎么办？碧落宫向来中立，必不能容兵戈在前而坐视不管。你先后将两方势力引到碧落宫，再以琴声高调相助剑会，这样风流殿必会以为本宫已与你与剑会已经达成同盟，你便可顺理成章地逼本宫卷入此事。公主有命，邀请程岛主等中原剑会人士进碧落宫做客。你们碧落宫是要跟我们风流殿作对吗？我劝你们，在做出威胁之前，先考虑清楚自身的能耐。天河之下，不乏尸体。龟孙子，有种就留下！等着，你还欠老子2巴掌。于兄，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唐丽慈，杀师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我于妇人，宁死不受师恩。今日就算身死，我剑王城也要挡一挡这风流殿。你知道你跟唐丽慈武功差多少吗？真正想报仇的人，会忍着痛苦，如蝼蚁一样活着，在泥泞里爬着，为求活命蠕动着。
找机会钻入大象的耳朵，给他致命一击，至少要让仇人痛。哎，沈兄这是为你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不必。哎，于兄，等等我。西方姑娘，此情此景，你是想自己走，还是唐某出手送你离开？唐公子，上次匆匆一别，奴家甚是想念。不知唐公子是否还记得奴家？西方姑娘，令唐某印象深刻，心心念念，不敢过忘。唐公子本领通天，竟然可以让素来不迎外宾的碧落宫都为你破例，奴家斗胆。敢问公子让我们离开，可是婉玉公主的意思？姑娘想说什么？奴家风流殿西宫公主西方堂，这位是东宫公主抚翠，仅代表风流殿求访婉玉公主，还请婉玉公主也为我们破例。姑娘风姿绰约，拒绝好像也是风度，但是碧落宫的规矩还是要守。那是当然。宫内不得动武，违者囚牢，杀人者死。奴家谨记。姑娘请。唐公子，你以为你真的能拿捏本宫的心思？婉玉公主岂是唐某可以掌控的？棋逢对手，方显有趣，不是吗？此处是通往碧落宫的玄天锁，落下悬崖，十死无生。对自己轻功不自信，请留在前殿等候。喂，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因为我喜欢你眼中的赫曼，跟我一样。诸位，这边请。这群宵小为何也进了碧落宫？公主也邀请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与诸位一样，同为碧落宫的客人。今日已晚，还请诸位在紫霄院中暂宿一宿。其余过不了玄天锁的江湖同道，已经在城中闭锁安置。关于今晚的规矩，我只说一次，请诸位务必仔细听好。一，碧落宫内不得杀人，若是杀人，则视为冒犯碧落宫，杀之。二，今晚会有人在紫霄院内巡逻，巡逻的时候不能发现有人动武，若是发现，则会被关入囚牢。三，明日一早，公主会接见你们当中的一人。公主要接见谁？接见谁？公主明日才会选。宫里不允许动武，动手没问题吧？若是动手，则需加倍奉还。我打他一巴掌，还他2巴掌，行吗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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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巴掌打完了，不许再打了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刚才那一巴掌，是你欠我的。
你究竟逞什么强？碧落宫内不染俗尘，进宫以前，还请诸位更衣。男客请随我一步。姑娘，女客请至这边更衣。宇兄，走啊！这是2位的居所。我们的其他人呢？奴家只负责带路，一间房只安排2人。为什么？是毕总管交代的，这样安排诸位。你在房间等我，我去找人。婉玉公主既然救了池大哥他们，为什么又将我们分开安置？或许她是不想任我摆布吧。唐公子，你当真太冒险了。怎么，你还没习惯吗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先等池云和沈狼魂找到我们再说。这里房间众多，不仅每个都长得一样，而且星罗棋布。池云他们能找得到我们吗？沈狼魂是善于潜伏搜索的高手，在剑王城他就可以随意来动，说不定此刻已经在门口了。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唐狐狸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又是什么情况啊？现在，在做什么之前，先把这个收好。这是什么？玉蟾书痕胶，外敷。好兄弟，事情还得从剑王城一战之后说起。我接下了于气凤那一记西风斩荒火之后，被普珠先生救下，就在你们找到我的那间竹屋里。怎样的约定？碧落宫。只要先生放在下离开，唐某便会想办法引荐中原剑会与碧落宫联手，共抗风流殿。中原剑会早些年亦曾派人去接触，皆无功而返，甚至连婉玉公主的面都没有见到。你要如何引荐？4年前，唐某自碧落宫偷得埋葬老公主的不朽金冠。婉玉公主若想寻回先人棺木，那就非得见上唐某一面不可。风流殿盘根错节，耳目众多，若剑会想要联合碧落宫的消息泄露，风流殿一定会出手阻挠，甚至会派人抢先一步试图与其结盟。唐某现在是一雀阴阳的嫌疑人，剑会可趁在下前往碧落宫时，派出使者假意追捕唐某，以此掩人耳目。只要到达碧落宫，唐某一定会想办法引荐使者与婉玉公主会面，届时就看剑会是否有办法说服婉玉公主一起共抗风流殿了。对呀，
碧落宫这么多年来都不跟江湖人往来，我看他们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那你又怎么笃定他们会跟剑会合作？因为老公主的不朽金棺里是空的。什么？你发现棺木是空的，你就猜到老公主有落叶归根的想法？见到婉玉公主之后，我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测。难道婉玉公主不想安葬令尊？你还想威胁公主？不是我说，唐狐狸，你这脑袋里面一天天装的什么？这么弯弯绕绕的想法你都能猜出来？只是回归中原的路，并非只有一条。可婉玉叶旦把风流殿也放进了碧落宫。他是想跟风流殿合作？成王败寇，与其投靠会失败的一方，不如押对赢家。我们要不要通知那个死古板程运袍，让他去做点手脚，做点什么事？原来师兄你相信唐公子是好人。他或许并非奸邪，但也未必是好人。他故意张扬行迹，引来风流殿及追杀他的剑客，就是为今日留守，以逼迫婉玉公主对剑会施以援手。婉玉公主收留风流殿那些人，或许就是因为唐丽慈这做法太过极端，引起他的不满。原来如此。目前尚没有城岛主的用武之地，今夜最为棘手的是西方桃。这个姑娘的城府不在流眼之下。目前我还没有和碧落宫达成真正的联盟，于风流殿而言，就还有可乘之机。今夜，他定会有所行动。那就算是这样，这碧落宫他也不让动手啊！我们进来能干什么？那你就要问问婉玉公主，她想要什么？为什么要将我们分开安置？还有，刚才碧莲依给我们的暗示。暗示？他们有7个人，你们只有5个，这样对你们不公平。公主不只看结果，还看表现。入夜之后，便是我们动手之机。入夜不是有守卫巡逻吗？怎么行动？或许是想让我们避开这些人行动。婉玉公主故意将我们所有人分开安置，是一定想让我们在这紫霄院中做一些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就是给我们的考验。若是做对了，她就会跟剑会合作；若是做错了，婉玉公主觉得我们是笨蛋，碧落宫就会和风流殿合作。那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无论做什么之前，都要弄清楚这场游戏的规则。这场游戏的规则不就是不能动武吗？或许，这未必是规则，而是漏洞。
上啊，吵得我头都痛。就是此时，晨钟暮鼓，这是入夜了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夫人这是何意？要是想活命，就别出去。这群邪佞绝不会坐以待毙。趁现在入夜，我去探探他们有何打算，最好能早他们一步见到婉玉公主。你留在此处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消息。好，若是遇到危险，就喊。这么心急？师兄不是路痴吗？他一个人。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！公主，有6个人离开了房间。如你所料，他们开始行动了。查过了，西方桃、福翠已经离开房间，整个紫霄院只有16名守卫巡逻，太少了。看来，西方桃也察觉到了关键，察觉出关键之人，便是对立阵营的关键。他们往哪个方向去？西方桃往西，福翠往东。整个紫霄院状如棋阁，廊道绵延，房间众多，但他们没有那个数。想要查清所有房间，不容易。好，我去找西方桃，你跟着抚翠，照计划行动。好。师兄，师兄！我们在这干等着也太无聊了，我也想出去找人啊！我的轻功明明在这里才是最好用的那个。我知道池大哥想找白姑娘，难为你保护我了。我池原还是分得清轻重缓急的。我们在行动，他们肯定也在行动。此时双方的后方才是最薄弱的地方。哎，罢了。在剑王城我就大意过一次，这回我一定保护好你，也好。碧罗宫为什么要建这么多一模一样的房子？师兄，师兄！哎，唐公子，别这么大声，
小心暴露行踪。怎么了？不是碧落宫内不允许动武吗？不允许动武，但若是没被发现呢？啊？今晚会有人在紫霄院内巡逻，巡逻的时候不能发现有人动武，若是发现，则会被关入囚牢。哦，不被巡逻的人发现就不算动武。婉玉公主岂会不知中原剑会与风流殿水火不容？她将我们所有人拆散，分配到不同的房间，就是想要看一看，双方阵营当中有谁可以识破重点，主持大局。同阵营之间是否有默契，能否互相帮助？这里的守卫出乎意料的少，他的目的就是想要看我们互斗。那结果，双方哪边的人倒下的更多，谁就是输家。哦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去找程岛主，池云的房间在东边第2列，北起第2排。你程岛主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！怎么突然没声音了？你做什么？太恶剑！好人就是这么老实。太造次了！躲哪儿去了？看我把你救出来！是你，唐丽慈，风流殿那个妖女坏了规矩，她动武了。程岛主准备去跟谁告状呀？只要没被发现，就不算破坏规矩。可是剑主的信物太恶剑被他抢走了。古稀潭，他在往东过2个廊亭，左转的第1间房与池云一起。你先去找他们，保存实力。我去夺回太阿剑。我能信你？若是不信我，你还能信谁呢？程岛主，程岛主，那边是洞。用你说。公主认为，谁会获胜？嘘，毕总管，星爷，以目观之，以心察之。紫霄院房屋6横6纵格局，共计屋宇3600座。我在北1廊中找到古稀潭时，程运袍与西方桃在北5廊与东4廊交汇的廊亭发生打斗，西方桃夺走太阿剑逃脱，程运袍在北2廊与东4廊交汇处与我相遇，在北便是院墙，往东需经过池云与阿谁。
唯一的可能。武林中有很多规矩，我们初涉武林的时候就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做，奸淫掳掠、杀人放火。有些人无视这些规矩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规矩。比如迟云是大盗，但只盗不义之财；沈郎魂也只受过杀江湖人，不伤老弱妇孺。确实如此。但是总有些人不守规矩，比如说风流殿，正道之人无一不想除之而后快。在这江湖之中，除了规矩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那是一条模糊的界限。有些人能在不破坏规矩的前提下，利用规矩之间的漏洞，这才是最终能生存的人。而这些人，最终都会变成另一种人。公主指的是制定规矩的人，那才是碧落宫值得结盟的对象。制定规则的人，才是碧落宫值得结盟的对象。夫人，你是什么时候加入风流殿的？不该你知道的事，你不必知道。好，我就想知道，剑王，他又是什么时候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开始怀疑你爹。你以为这是个秘密？其实风流殿早就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于代城主，无论你爹是不是加入风流殿，也不论他是否真的售卖星鬼九星丸，其实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结果，结果就是真相被揭穿之后，剑王城英名沦丧，天焰剑壁摧毁，你爹死在唐丽慈手上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敢在这里对你动武？做坏事只要不被发现，你就不是坏人。这帮龟孙子去哪儿了？好啊，在这儿。北起第二排。谁？谷大哥。石大哥，阿水姑娘，你们果然在这儿。现在知道叫大哥了。我师兄不在嘛。原来如此。哦，你师兄不在啊？那我们岂不是非常的危险？就是。找着了，在这儿。
下收拾3个，哪里逃？是你被收拾。把他给我按好了。哎，不带打脸的。唐狐狸果然没说错，就是个笨蛋。要肌肉有肌肉，要脑袋有肌肉。福村，你违反了规定，跟我们走。你没看见吗？他们也动手了。哎呦，哇！我们没看到，只看到了你出手，还伤了人。你们坑我！坑的就是你。你敢当面行凶，得罪比鲁公？不敢！带走！都给我等着！哼！没事吧？一点事儿没有。诸位辛苦了。唐狐狸计谋还真有用，这就搞定一个了。13个。来这里之前，我查到了花无言的房间，青蝉娘子也在里。现在唐丽慈应该已经抓住他了。唐丽慈？那风流殿那边就只剩下白素车和西方桃了。你小子刚才演的可以呀！是西方桃。老沈，包抄。沈大哥，阿雪姑娘，我们还是先进去躲躲吧。怎么有一股花香？没有啊，什么花香？宿车。池大哥，你真的追来了。白姑娘，你怎么？真是个笨蛋。看来西公主说的没错，男人永远都这么好骗。以后离我远一点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唐狐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追西方桃，他竟不在。我也是追西方桃才到这个地方的，老沈还跟丢了。西
方桃的胭脂。你把于夫人藏好，然后四处游荡，引出池人，我去抓屋子里的人。这个胭脂会让他们以为你是我。中计了。唐狐狸！我们损失了古西坛于夫人阿谁，抓到了白素车、青禅娘子、花无言，解决掉了一个抚翠，人数上比风流殿多一人。不过西方桃却夺走了少剑主交给程岛主的信物太阿剑，这是重大战果。即便是人数上比我们多损失一人，可实际上却是略胜一筹。是，池云也就算了，这次是我冲动了，没保护好阿谁他们。什么叫我就算了？不怪你，西方桃针对池云，就像我们针对抚翠一样，都会对阵营当中最单纯的那个动手。是我对不住大家。现在已是寅时，和婉玉公主见面的时间不到1个时辰。以紫霄院的规模，西方桃只要不断的更换地方，我们很难抓到她。真是有趣，除了找到西方桃夺回太阿剑之外，我还有办法救回所有被抓住的人。西方桃能躲，可被他抓住的人却躲不了。他一定与我们一样，将人藏在了某个房间里，而那个房间我们不会去查，因为里面原本住着我们的人。此人性格古板，又丢了贵重之物，在找寻失物之时，或许把自己也丢了。你不会是在说程运袍吧？没错，定是在程岛主的房间。妖女找不到，怎么绕回来？我本来以为来的人是唐丽慈，既然你在这里，那他就该在紫霄院四处寻找我的踪迹。等天一亮，我就赢了。偷偷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唐丽慈根本不想杀刘盈。你也只不过是那些
任由他摆布的棋子而已。木头铃铛。是时候了。这是唐某亲手制作的木铃，能发出只有唐某才能听见的响声。看来唐公子不仅武功智谋双绝，还有一双巧手。好的猎人，通常都会将自己伪装成猎物。西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西方姑娘，太阿剑又重回中原剑会之手。唐公子只是扳回一城，算不得胜利。天还未亮，唐公子可别和身边的人走散了。妖女，把太阿剑还我！程岛主，你夺回太阿剑了？哎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怎么人都在这儿？池飞呢？程岛主，你最好还是不要离开这个房间了。太阿剑已重回中原剑会之手，尘埃落定，天该亮了。看来，唐丽慈和西方桃定胜负了。程岛主，唐公子，恭喜你们。公主只召见一人，你们谁要见公主？唐某只是引荐之人，程岛主代表中原剑会而来，便由程岛主前去吧。请。即去。中原剑会客座，茶花岛程运袍。见过婉玉公主。中原剑会为何会拜访碧落宫？什么？谈砸了？我说陈古板，你叫谁呢？池匪。我说你呢？我们折腾一晚上，好不容易能去见见什么公主一面，你谈砸了？万一她跟风流殿结盟，拿我们祭旗怎么办？谭狐狸，你说是吧？去哪儿啊？约定既成，自是离开。不是，碧落宫不是没答应跟剑会结盟吗？那又如何？我与普珠先生的约定是引荐中原剑会的使者与碧落公主见面。至于是否谈成联盟，与唐某无关。
若是碧落宫要和剑会联盟，刘演必然会来。他不会让此事达成。程岛主，您与婉玉公主是怎么谈的？中原剑会为何会拜访碧落宫？婉玉一脉受宜阙阴阳构陷远走至此，避世隐居已历30载。如今风流殿祸乱江湖，散播的星鬼九星丸，正是当年宜阙阴阳遗毒。此太阿剑，乃剑会仙人江南风所得，是中原剑会权柄所在。程某奉少剑主所托，以剑表心，央请前国师婉玉一脉，念先人之仇，继今之大义，为天下苍生与剑会联手，共抗风流殿。这就是你们中原剑会的诚意，真是让本宫太失望了。婉玉公主，还是请西方姑娘来吧。是。程道主，你还真是天真呢。中原剑会斗不过风流殿，还真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。唐公子何必话中带刺了？与人联盟，不过是以自己的条件置换对方的条件。少剑主临行前可曾提过，能给碧落宫开出什么条件吗？没有，只说无论如何都要与碧落宫结盟。那我现在该如何？程某应该向婉玉公主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？不如想一想，婉玉公主需要什么？碧落宫不就是想回到中原吗？风流殿西宫公主西方桃参见婉玉公主。在碧落宫，只有公主能称公主。奴家失礼了，西方桃参见婉玉公主。你要求进入碧落宫，想要说什么？风流殿愿以1/3武林邀请婉玉公主，成为风流殿的一员。天下还不是风流殿的。倘若公主应允，这天下间还有谁能阻挡得了碧落宫和风流殿联手？可昨晚风流殿在紫霄院的表现，不足以证明此事。婉玉公主或许应该注重更实际的事情。西方桃，注意言辞。前朝覆灭，与老公主引荐宜阙阴阳之举密不可分。如今虽已改朝换代，无人能阻止碧落宫重返中原，但那些年的生灵涂炭历历在目，百姓当真不会迁怒婉玉一族。无礼！帮助剑会，碧落宫仍是碧落宫，再大也大不过中原剑会这个正道联盟，或许还会因为旧日的错误而备受牵制。但加入风流殿不同，倘若碧落宫加入风流殿，风流殿许诺1/3的武林尽归碧落宫管辖，风流殿绝不插手办法。婉玉公主何不率碧落宫称霸武林，光复婉玉家族的名声？
程岛主带来了太阿剑，而你又带来了什么？能证明你应允的条件？奴家带来的这番话掷地有声，又何须什么证明？请西方姑娘先回紫霞院休息，稍后本宫会给你答复的。唐公子，福翠被放出来了。程岛主再次求见婉玉公主，但婉玉公主没有见他。婉玉月旦不会见程岛主，因为目前的剑会给不了婉玉公主想要交换的。那风流殿呢？阿水姑娘，坐。你认为婉玉月旦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高人。他不是高人，而是王者。王者？江湖王者，不居人之下，不屈人之威。弱则必走天涯，强则威临天下。碧落宫在婉玉莫如的手中覆灭，却在婉玉月旦的手中重生。